继续说墨子的兼爱。墨子讲兼爱，孔子讲爱人，儒墨两家都说要爱人，但他们的含义是不同的。孔子主张亲亲有数，尊贤有等，敬爱亲属的礼数有所不同，尊重贤人的方式有等级之分，也就是爱人有亲疏薄厚的区别，跟自己关系越近的越爱，跟自己越没关系的越不爱，这是儒家的爱人。而墨子主张爱人不应该有亲疏薄厚之分，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。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。我没有亲疏薄厚，别人也没有亲疏薄厚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大家共同获益。墨子反对儒家的孝悌。孔子讲孝悌，子对父，弟对兄要尊敬，要顺从，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关系。墨子不赞成儒家的这个主张。墨子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的，子要孝这个没问题，但做父亲的也要爱护儿子。因此他一方面说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谓乱也，臣不忠君，子不孝父，这是乱的，不对的。同时他也强调说虽父之不辞子，兄之不辞弟，君之不辞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。父亲对儿子不够慈祥，长兄对弟弟不够友爱，君王对臣子不够尊重，这也是乱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墨子的兼爱就说完了。兼爱是墨子核心的政治主张。如何具体的做到兼爱呢？墨子又提出了其他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。非攻。墨子认为对人民伤害最大的事情就是侵略战争，非攻就是不要打仗，不要发动侵略战争。一打起仗来，一方面使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极大的破坏，另一方面发动侵略的国家也是夺民之用，废民之利，剥夺百姓的财用，荒废百姓的利益去从事战争的，加上在战争中的各种伤亡，所以发动侵略战争，哪怕你打赢了，最后算起来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，得到的没有失去的多，回不了本。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，只有受害者。然后尚贤，尚贤就是政府用人的时候要用贤良的人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，列德而尚贤，虽在农与公祀之人，有能则举之。所以古时圣王为政，任德尚贤，即使是农民、手工业者、经商的人，有能力的就选拔他。高与之爵，重与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与之令，给他高爵，给他厚禄，给他任务，给他权力。故官无常贵而民无忠谏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，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。有能力的就举用他，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。然后尚同，就是崇尚统一。墨子认为理想的国家要根据最高统治者所制定的共同标准统一是非，不要底下人自己拿主意，要听领导的。如果大家的思想都一致，那么就不会有矛盾，就不会打仗了。墨子从国家起源的角度来论证尚同的合理性。墨子说，在人们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，当时的人们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思想标准，于是就天下之乱也，至如禽兽然。天下大乱，大家就像禽兽一样，陷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。我可以随时杀任何人，任何人也可以随时杀我，这就太可怕了，大家都活在恐惧之中。后来大家说怎么办呢？这种状况要解决一下啊。是故天下之欲，同一天下之义也。是故选择贤者，立为天子。天底下的人想要统一天下之义，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，所以选择一个贤良的人，立他为天子。有了天子，有了规则之后呢，大家就不再恐惧了。所以要听天子的话，大家都听话，就都能过上安稳日子，否则谁也好不了。然后墨子提倡节用，反对当时统治者的铺张浪费。墨子认为统治者过分的奢侈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民众的正常生活。当今之主，其为公事，必后作敛于百姓，
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公事。现在的君主修造宫殿的时候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，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，用来营造宫室。台榭曲直之望，青黄刻镂之势，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，讲究各种颜色的精美雕刻的装饰。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相之，是以其财不足以代凶疾，镇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。营造宫室如此铺张，身边的人都效仿这种做法，因此钱财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、赈许孤寡之人，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节用。圣人为政一国，一国可备也；大之为政天下，天下可备也。圣人在一个诸侯国施政，一国的财力可以加倍增长；圣人施政于整个天下，天下的财力可以加倍增长。其备之，非外取地也，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，足以备之。这种财力的加倍，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，而是根据国家的情况省去无用之费，因而足以加倍。墨子还为节用提出了许多具体规定，比如饮食要求：足以充虚济气，强骨弓，耳目聪明，则止。只要能够充饥补气，强壮手脚，耳聪目明就可以了。衣服要求：冬服干邹之衣，轻且暖；夏服赤细之衣，轻且庆，则止。冬天穿青色的衣服，轻便而又暖和；夏天穿葛布的衣服，轻便而又凉爽，这就可以了。在节用的具体规定中，有2点是墨子尤其强调的，就是节葬和飞跃。节葬就是反对厚葬久丧，厚葬就是死人入土的时候要有很多陪葬品，金银珠宝、生活用品都一起埋。古人认为人死之后在阴间还会继续生活，所以墓里多放点好东西，死人在阴间好继续享用。光买点东西也就算了，最残忍的是偶尔还要杀人殉葬，这是厚葬。久丧，人死了你得服丧，比如父母死要服丧3年。在这3年服丧期间要做什么呢？披麻戴孝，一天要哭几次，睡草垫枕土块，忍饥挨饿，不许好好吃饭，这就是服丧。所以服丧期间的人呢，面黄肌瘦，耳聋目昏，手足无力。当官的不能从政，农夫不能耕田，妇女不能纺织，都在家里要死要活的。墨子反对厚葬久丧。古者圣王治为节葬之法，曰：衣3领足以朽肉，冠3寸足以朽骸。古代圣王制定节葬的法则是：衣3件足够使死者的肉朽烂在里面，棺木3寸厚，足够使死者的骸骨朽烂在里面。哭穴深不通于泉，流不发泄则止。掘墓穴的时候，不要挖太深达到泉水，只要不会使腐气散发出来就可以了。死者祭葬，生者勿久丧用哀。死者祭埋葬，生者就不要长久的服丧哀悼。最后是飞跃，反对音乐舞蹈这些东西。乐欲反者，其志欲寡，自此观之，乐非所以治天下也。统治者成天欣赏歌舞，就没时间治理国家了，所以不能拿音乐来治理天下。墨子反对音乐，但是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是特别讲究音乐舞蹈的，所以墨子特别反对孔子。墨子说：孔某盛容修饰以鼓事，弦歌鼓舞以具图，凡登将之礼以示仪。孔某人就指孔子啊，盛容修饰以祸乱世人，弦歌鼓舞以召集弟子，举行许多登将的礼节以显示礼仪。什么是登将的礼节呀？就是你看电视里皇帝上朝啊，皇帝祭天呐，一群人穿的花花绿绿的走来走去的，好像很有规矩，场面很盛大的样子，其实就是劳民伤财，各种瞎折腾。博学不可使议事，劳思不可以补民。学问虽多，但是在面对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的时候，就表现得很无能，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。这是墨子批评儒家这些人。
墨子呢就讲完了，最后是墨子哲学总结。墨子的哲学很简单，在天方面讲天志民鬼非命，治国方面以兼爱为核心，具体措施有非攻上贤上同，节用节葬非乐。墨子就说这么多。